罗马教皇希望访问中国，批评西方对华态度。中梵一旦建交，对台湾当局、对西方价值观，这个打击就太大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这几天，罗马教皇方济各也抵达了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访问，并且在访问期间，他说随时愿意访问中国。出访中国这事儿，教皇呢说了好几次了。这回中国外交部也没直接说能不能促成访问，但是呢，咱们发言人表示，方济各教皇表达的友好和善意值得赞赏。中国和梵蒂冈之间保持着良好沟通，我们也愿意同梵方继续开展对话合作，积极推进改善关系进程，不断向前发展。那么怎么向前发展啊？所以台湾方面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心，就是梵蒂冈会不会跟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，正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这就不是台湾那些邦交国倒下一张多米诺骨牌的事儿了，这是要抄底。因为现在台湾所谓的很多邦交国都是跟着梵蒂冈的，是从宗教信仰角度追随教皇正统，才没站到我们这边。教皇如果改弦更张，跟我们建交，大谈中梵友好的话，那么这些小国也会马上跟着跳。而且最近教皇很多观点对我们是有利的，比如梵蒂冈承认中国的基督教组织应该由中国自己主导，罗马不再干预，而且呢还抨击了西方，说西方走错了路，需要耐心的了解中国，要尊重中国，保持对话。还有句话可能让欧洲很多人破防，他说他不认为中国不民主。虽然说教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当年，但是他毕竟还是个精神象征。他的话这次是把欧洲很多人的脸给打了。最近大家都看到了，美国和欧洲很多议员以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为理由，对中国各种刁难，叫声很高。而且我们不难发现，欧洲的情况跟美国还不太一样。美国那些人对中国出手都是有明确的战略遏制目的，唯恐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真正主导性力量。而在欧洲国家中呢，只有英国的对抗态度是有实质性根据的，那就是香港问题。至于说其他欧洲国家，其实根本就没有跟中国有什么本质性的冲突，反而是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。那么这些个和中国根本没有本质冲突的一些个议员，干嘛在反华议题上窜那么高呢？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因为俄罗斯。历史上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积怨太多，而且本着敌人的朋友就一定是敌人这个逻辑，他们要把中国当对手。最典型的就是立陶宛等东欧国家，所以认为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，或者认为敌人的朋友就一定是敌人，持这种观点的人跟立陶宛一样，脑容量不发达。再有呢，就是我们以前老说的话题，白左。在欧洲，白左的破坏性更大，所以要梳理一下中欧之间出现的问题，看看为什么这么多欧洲人愿意跟着美国跑，那就要剖析一下白左的精神世界了。首先要说明，现在大家说的这个白左，其实跟60年代到90年代欧洲出现了一些左翼政治力量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那个时候的欧洲左翼思想很多是崇拜马恩列毛的，特别是当时的年轻人对帝国主义、资本主义死活瞧不上，游行示威搞运动算是轻的，最极端的还搞出一堆武装力量，有些走得过了头，对普通平民也下手了。比如说意大利、德国、日本那些个红军派、赤色旅还有赤军。南美洲那边还出了一个光辉道路，但是现在这些白左，或者说我们平时讽刺的那些个圣母、白莲花等等，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道德标准来实现自我感动。比如说以前欧洲人贩卖黑奴，这个要赎罪啊，所以现在搞政治正确，就是媒体上、影视剧里边必须随时要给黑人留重要角色。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，不是刚刚去世这个，是伊丽莎白一世，上一个都被黑过了。过去搞宗教裁判所，那么现在就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要求极端的思想自由，要不然美国能有28个性别吗？所以面对中国时，他们也一样，只要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极端，他们就把我们当异端了。当然，媒体上是一回事儿，真实世界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欧洲的黑人、美国的黑人真的获得足够的尊重了吗？尤其是移民问题、宗教问题、种族问题，其实是欧洲的内部各种冲突变得更严重了。而且这种情况下，不找个意识形态的共同敌人，这种内部冲突就遮掩不住。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让他们看不顺眼，正好可以树立成为共同的目标。而且这不是刚刚欧洲议会还表决通过决议，认定匈牙利也不民主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，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还知道轻重，但是议员群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正在变得越来越疯。
不过呢，疯到一定程度，谁也受不了。极左给欧洲带来这么严重的内部冲突，才是欧洲的心腹大患。而且向一个方向倾斜过度，往往会反弹到另一个方向。所以法国极右翼势力发展起来了。勒庞的几次竞选都在冲击和威胁执政党地位。意大利、瑞典极右翼已经拿下了大选了，估计会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态度。至于美国，那就要看下次大选中28个性别的民主党和2个性别的 MAGA 谁能占上风。当然，欧洲的白左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继续疯下去，估计他们还要欺负梵蒂冈，现在没本事发起圣战，宣布教皇是异端了。所以现在教皇跟中国好好发展关系是有道理的。万一教皇还有梵蒂冈被白左围攻了，还能用上中国网络上的一个段子：罗马的正统在通辽。